家中天灾镜头最有真实感的一集，还记得戈尔赞的逆袭之路吗？故事的开头便是几人在耍我们的国粹麻将，然后米奇妙妙屋便开始了剧烈的震动，镜头一转，原来是火山爆发所引起的。这个喷发的镜头还挺真实，但没有想到这个雾门月山居然是死火山，现在突然爆发，接下来是非常有真实感的群演避难镜头。可以说这种大场面的经费投入和精心设计真的很难得，至少现在应该是看不见。这排场真的没得说。接下来因为灾难不断升级，救避难所里的人需要转移，由此引发的负面情绪不断积累，甚至激化成了和工作人员的冲突啊，简直是非常的真实了。你可要知道，我们这儿有很多的老人和孩子，你们不能像搬东西一样，想让我们走，我们就得走。确实是感觉像在看灾难片，而不是特摄片。TPC 那边工作局长也分析出了这次火山喷发很怪，因为岩浆似乎受到什么吸引，一直向中间汇聚，再这样下去就要完蛋了。而尖村博士提出可以出动地理琵琶坦克进行勘察，新载具解锁，总监表示赞成。那边雾门月山还在持续爆发，天灾之下，普通民众的迷茫与无助被接下来这组镜头展现的淋漓尽致。一直在哭的孩子，救灾的物资，分发的食物，人们麻木的脸庞。说实话，这段镜头拿去做纪录片的素材完全不违和。这种规模的群众戏份，不论从经费还是镜头以及群演的整体配合，其难度不会亚于特摄镜头，甚至从某种程度来讲更加的复杂。毕竟需要调动大量的人力，以及相当考验导演在场景布置上的功力，只能再次感叹那个黄金时代的远古，其导演和幕后人员的匠心与决心。接着便是一位漂亮记者姐姐的现场报道。呜呼！这里飞燕号的入境简直像极了带来希望的信使。不过看到居然是这两位经典组合载具大王开坦克，一时间给小琵琶捏了把汗。说实话，这模型还挺精致。随着二人启动铁网钻，琵琶坦克也是一路火花带闪电，以12000的超绝转速缓缓地进入了火山深处。到了岩浆处之后，星辰便发射了冷却光束，这个特效就算是现在看都没感觉有多违和，放在小时候简直就是纯享受。不过正此时，突然大狗一激灵，他好像看到了一个似曾相识的面孔，于是建议往深处去看看，也许能找到根本原因。这里体现出指挥和总监完全相反的个性。平时的指挥虽然比较冷，但事实上更关心队员的安全，但一向温和的总监却在大事上更加的冷，或者说更加的果决，觉得查清具体原因非常重要，于是很高情商的就着大谷的话同意了行动。讲道理，要是琵琶坦克能说话，估计已经开始骂娘了。到达最深处之后，定睛一看，原来是老朋友戈尔赞在这里倒挂着头 cosplay 加坦杰厄，吸收岩浆的能源。星辰又发扬了他超勇的特性，不顾劝阻直接发射怪兽追踪器，戈尔赞也是懵了。好家伙，洗澡洗得好好的，一会儿灌我热水，一会儿冲我扔炮仗，给你们脸了，这能忍？于是以超越坦克的速度堵住了王牌组合的去路。每日任务迫害载具完成，而外面也与坦克失去了联系。但总监再一次体现了他处变不惊的领袖思维。这并不表示他们已经遇害。现在是我们解决戈尔赞的大好机会。可以说虽然有点残酷，但确实是当下最应该的选择。果不其然，地里那边俩人就开始当起了维修员，而地上也是第一次大规模展示 TPC 以及胜利队在转型之后的武装力量。可以说这集战队的武装戏份也是第一回搬了出来。总监和队长坐镇指挥，中方负责实战，调整钻孔光束的位置。这个扩散的震荡波我一直觉得酷毙了。随着光束一道道精准打击，戈尔赞直接愤怒的破土而出，强化戈尔赞再度现世。但是德克萨斯光束与胜利海帕大炮合击绝技都没什么作用。当然其实也并不完全是胜利队科技的问题，相反其实之前他们是有干掉怪兽的前科的，单纯是怪兽也在不断变强。而地底那边随着危险不断迫近，大谷果断在舱外开启变身。琵琶坦克泪目，谢谢你，巨山超力吧。但是被岩浆强化过的戈尔赞显然不是当年能比。30年河东，30年河西，莫惜少年穷。现在请叫他萧家肖尔赞，站着给迪迦打都毫无作用。肖尔赞也有话说，小样我也变强力快乐型了。也是前期除了利加德隆之外，给迪迦复合型压制的基本没有任何反制余地的怪兽。迪迦回手一个手掌光剑，结果被戈尔赞强化的器官直接吸收掉。后面更是被戈尔赞不断追击，强化超音波光线也是一发接着一发，给迪迦打的有点应接不暇。只能说这一波确实是爽到怪兽了。所幸迪迦也不试探了，那好啊，你变我也变，直接快乐 VIP 形态走你。转换形态之后的迪迦也是在体术上压制住了戈尔赞，甚至也采用了少见的仰视视角。本来可能要游戏结束了，但没想到的是提拉修姆光流被戈尔赞全盘吸收。此时迪迦再次解锁新技能电击拳。
直接就是附魔加真伤，给戈尔赞活脱脱打掉了一层皮，并且破坏掉了戈尔赞的强化吸收器官。戈尔赞被打得快说人话了，迪哥我错了，大爹。但迪迦显然听不懂，或者说懂也装不懂，直接再配利奥光线收尾。不过细节的是，并没有爆炸呀，反而贴心的给戈尔赞托举起来送回了火山。来，戴拿，这是给你留的大宝贝。他好温柔，我哭死。队长好好看，好好看呐。最后也是喜闻乐见的大古说，多亏大家。大伙儿调侃想要迪迦亲口说，对此我只能说，梦想成真不会遥远。回顾第18集戈尔赞的反击，可以说这是迪迦乃至整个奥系列都极其少见的将重要的镜头乃至经费对准天灾之下群众的篇章。从一开始就是氛围极其紧张的大规模疏散，到避难所的人山人海，甚至矛盾的升级，以及后续救灾场景刻画的众生百态，可以说即便去掉了特摄元素，这也是活脱脱的天灾之下的人文纪录片，充满了对于灾难的严肃认知与抢险救灾的写实感。你永远不知道迪迦会在下集带给你什么不一样的惊喜，这集显然也是迪迦中比较异色的一话。对于胜利队和 TPC 军事力量的进步更是初步展现了出来。而且要说明的一点是，其实胜利队是有击杀怪兽的记录的，贾库玛只是一个缩影。事实上，官方自己处理掉的怪兽也有相当一部分，毕竟戈尔赞之后大小战役何止百次，单纯是剧集展现的肯定是迪迦存在的场合。后面的篇章更是和迪迦打了多场的合击配合，因此站在局内视角的话，胜利队自然是每一战都要全力以赴，毕竟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需要迪迦解决。而接下来的2集更是会给我们展示出 TPC 最顶尖的 Max 技术有多么的强大。点赞关注，博主带你回味各种童年细糠，我们迪迦下集再见喽。